地下工厂，托雷波尔发现自己被人耍了，气不打一处，直接抓起一艘海贼船砸向干部塔，干部塔当场报废。潜伏在干部塔中的小人族全部被托雷波尔逮住，用粘液粘在了一起。托雷波尔看向雷欧，逼问他其他同伴的下落。雷欧十分硬气，坚决不肯开口。托雷波尔告诉雷欧，你的那个同伴其实是我的朋友啊。雷欧一听，直接将乌索普出卖了。托雷波尔哈哈大笑，然后拿出一个打火机，点燃后丢在粘液上。他释放出来的粘液是可燃的，触碰到火焰的一瞬间，粘液发生剧烈的爆炸，接着燃起大火。所幸雷欧等人都活了下来。乌索普从废墟中找到雷欧，劝他放弃计划。雷欧坚决不同意。今天是决战日，只有偷袭砂糖成功，才能给雷兵争取到打败多弗朗明哥的机会。胜败在此一举，所有人的性命都赌在了这次行动上，绝对不能放弃。乌索普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小人族拼了命的相信雷兵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独角玩具而已。原来在德雷斯罗萨中，所有被变成玩具的人都会被迫与砂糖签下协约，受到契约的约束，被困在工厂中当劳力。雷兵是这个国家中首个被变成玩具的人。10年前，雷兵被变成玩具的时候，砂糖犯了一个错误，忘记与雷兵签下契约，所以雷兵是这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可以反抗唐吉诃德家族的玩具。这10年来，雷兵一直孤军奋战，与唐吉诃德家族周旋，没有他的存在，小人族早就被全部抓起来，去工厂当劳动力了。小人族们坚信，只有雷兵能够打败多弗朗明哥，因为雷兵在变成玩具之前，就是德雷斯罗萨家喻户晓的剑斗士，同时也是竞技场最强战士，名为居鲁士。路飞与紫罗兰二人一路披荆斩棘地向王宫顶端赶去，皮卡不断驱动岩石围堵二人，路飞一拳接着一拳将岩石击碎。紫罗兰很不放弃索隆，路飞则一脸轻松。索隆那个家伙对付那种水准的敌人绰绰有余，根本无需担心。索隆这边与皮卡打得有来有往，皮卡占据地理优势，藏身在岩石墙体中，通过驱动岩石来不断的攻击索隆。索隆手持双刀一顿猛砍，皮卡根本挡不住，但是索隆也找不到皮卡的本体，双方打得很焦灼。斗牛竞技场中，雷贝卡将目标锁定在了迪亚曼蒂身上，从来不主动进攻的他突然举起长剑攻向迪亚曼蒂，但是雷贝卡的剑没有剑刃，就算是有剑刃的他也根本不是迪亚曼蒂的对手。迪亚曼蒂扛下雷贝卡的攻击，从腰间掏出了一块牌子，牌子变成一把狼牙棒，迪亚曼蒂一棒子打过去，正中雷贝卡的头部，将雷贝卡打翻在地。是你这个小屁孩啊，杀了你母亲的人就是我。迪亚曼蒂俯视着雷贝卡，说出了让他崩溃的真相。巴基斯与萨博对抗的时候吃了一点小亏，恼羞成怒，不断的用冲击波攻击萨博，萨博灵巧躲开，巴基斯的冲击波击中四周的观众席，整个竞技场都为之颤抖，眼看着就要坍塌了。士兵雷兵被拉奥 J 一顿狠揍，小人族趁拉奥 J 不备，冲过去合力救下雷兵，拉着他逃跑。走廊中，雷兵和2个小人族打倒一干杂兵，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冲，直接到达王宫去挑战多弗朗明哥，然而他们太过乐观。在走廊里，雷兵3人再次遭遇干部隶属于皮卡军的爆炸头古拉，2个小人族打算牺牲自己掩护雷兵离开，2人左右夹击冲向古拉，古拉反应极快，一手一个将2个小人抓住，接着他的手腕膨胀起来，一声巨响，古拉的手腕发生爆炸，将2个小人炸飞。雷兵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是为了不让同伴白白牺牲，他只能趁着爆炸的烟雾逃走。古拉一转身窜出去几步抓住雷兵，他是吃了爆爆果实的爆裂人，浑身都可以爆炸，除了引爆自己的身体，还可以随意的引爆任何被他抓在手里的无机物。玩具身体的雷兵被古拉抓在手里，脑袋急速膨胀起来，越来越大。雷兵奋力挣扎，但是没有任何作用。古拉准备引爆雷兵，这时从侧面飞出一脚，直接踢中古拉的侧腰，将他踢飞。古拉稳住脚跟，看到居然是路飞和紫罗兰闯了进来，那就干一架吧。路飞也拉开架势，干架就干架，难道还怕你？紫罗兰拦住路飞，现在不是干架的时候，应该抓紧时间赶去王宫。路飞只好作罢，跟着紫罗兰向王宫赶去。古拉十分愤怒，头上的钢盔被撑了起来，轰的一声炸开，爆炸的碎片击中紫罗兰。路飞直接将紫罗兰抱起来，径直撞破了前面的窗户，然后用脚勾住楼上的窗户飞了上去。古拉追出来的时候，路飞3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古拉一转身，却意外看到了少主多弗朗明哥。警卫们乔装的多弗朗明哥效果拔群，看起来这个古拉也是个脸盲，轻易就相信了。警卫们强装镇定，打听到了看守郎的下落后，迅速开溜。玩具之家门外，弗兰奇一个人挑战3名唐吉诃德家族的干部以及一众海军，打得十分吃力。但是弗兰奇根本不虚，奋勇杀敌，十分勇猛。然后最终还是抵不过一大群人的车轮战，最终被打成重伤，倒地不起。王宫2层扑克大厅，路飞带着紫罗兰、雷兵藏在大厅外面的走廊，里面就是多弗朗明哥和罗。路飞急不可耐的想要直接冲上去干架，被紫罗兰拦住，一切必须按照计划进行。
否则小人族的作战策略就要付诸东流了。雷兵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了雷欧一小队的身上，只要砂糖失去意识，他就可以恢复巨鹿式的身体，那时候就有机会和多弗朗明哥一战。此时罗已经苏醒过来，被多弗朗明哥打成重伤的罗看起来并无大碍。明哥坐在罗的对面，想从罗的口中撬出他们海贼同盟的作战计划。为什么路飞一行人会和小人族扯上关系，还会将目标锁定在砂糖的身上？看起来他们似乎知道了这个国家背后的秘密，所有的事情正朝着明哥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。罗守口如瓶，根本不搭理明哥，他谎称自己和路飞的同盟已经解散，对草帽团所有的行动都不了解。这样的话当然哄不住明哥，但是明哥也没有办法，如果是紫罗兰的能力在，很轻松就能查出罗脑子里的计划，只可惜紫罗兰已经倒戈了。此时的地下工厂，雷欧率领的小人族作战部队几乎全军覆没。乌索普劝雷欧放弃，赶紧逃命，但是雷欧坚决不同意。他拖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，挣扎着拿起辣椒球，然后与其他还能站起来的伙伴一起，再次将砂糖包围，让砂糖吃下这个辣椒球，是他们此次作战的使命，所以一定要完成。托雷波尔站出来，继续用粘液将小人族粘住，然后放了一把火，将小人族们炸飞。砂糖驱动玩具小熊爬起身，与雷欧小队开战。掩体中的乌索普看得惊慌失措，为什么这些家伙这么傻，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拼了命去争？罗宾被小人族的精神打动，决定站出来出一份力。他用花花果实的能力缠住了托雷波尔和砂糖，趁机掰开砂糖的嘴巴，让雷欧将辣椒球扔进去。但没想到砂糖直接通过触摸罗宾的手，将罗宾变成了玩具。现在袭击砂糖小队除了乌索普全军覆没，但是乌索普已经被吓傻了，凭他自己根本不敢硬刚砂糖和托雷波尔。即便雷欧对乌索普寄予了全部希望，乌索普还是毅然决然地推开围观人群，转身逃了。对不起了雷欧，原谅我，东堂他家族。变成玩具的罗宾到处寻找乌索普，但是乌索普已经将他忘记了。现在他这样拼命地跑出地下工厂，谁会为了一个英雄的名号搭上自己的性命呢？真是白痴！雷欧一众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托雷波尔打算直接了结了他们，但是所有的小人族都在低语着一个名字：乌索兰度。有趣的是，托雷波尔放在一边的广播电话中一直处在开机状态，小人族们对乌索普的呼唤通过广播传了出去。自始至终，雷欧始终相信乌索普是他们的英雄，会把他们的伙伴，会把那些变成玩具的大人族所有不幸的人都拯救出来，因为他是传说中的英雄。托雷波尔呵呵一笑，你们还真相信这种蠢话？那是他骗你们的，你们都这副模样，他都没有来救你们，证明他是个窝囊废，哪里有什么英雄啊，都是谎话。所有的小人族听到托雷波尔这么一说，全都相信了他的话，大家都大为绝望，心中的信念瞬间崩塌。然而雷欧却坚定地站起身，大吼一声：你闭嘴！乌索兰度是绝对不会说谎的，英雄是不会骗人的。这句话通过广播传了出来，如同利剑一样击中了正在逃跑的乌索普。乌索普拼命的脚再也挪不动半厘米，他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咬紧牙，低着头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。路飞这边，泽罗兰通过自己的千里眼能力看到了雷欧小队惨败的景象，他立刻将此事告知路飞。路飞问泽罗兰：我的伙伴应该与他们在一起。泽罗兰点点头，乌索普在，不过逃走了。路飞自信一笑，那就不用担心了，乌索普在该出手的时候一定会出手的。托雷波尔见小人族如此固执，决定玩一些残忍的。他抬起脏兮兮的脚板，一脚踩下去。乌索普被这些声音刺激的接近崩溃，他无法坐视不理，心中勇猛的战士之魂被唤醒。我的梦想是成为勇敢的海上战士。乌索普带着这样的理想出现在了托雷波尔和砂糖的面前。你们给我适可而止吧，我叫乌索普，给我记住了。东堂的家族，如果老子死了，就在罗兰度的墓碑旁给我建一座铜像。现在老子就要成为你们所谓的英雄了。乌索普掏出弹弓，瞄准托雷波尔，射出一道飞镖。锋利的飞镖刀刃直接将托雷波尔的身体切开，小人族们一片欢呼，传说中的英雄乌索兰度。但大家庆祝的为时过早了，托雷波尔很快恢复了原貌，对着乌索普丢出粘液，粘液就像是子弹一样，速度快，威力大。乌索普艰难躲过，小人族们齐声呼唤乌索普的大名。乌索普和托雷波尔的战斗通过广播电话虫传遍了整个交易港，那些变成玩具的海贼大人族听到了广播，都知道有一个名叫乌索普的人是草帽团的狙击手，为了救出他们，正在拼死和托雷波尔激战。虽然这些玩具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但是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思想。所有人都在心里替乌索普呐喊助威。如果乌索普能救他们脱离这里，他就是他们的大恩人，永生难忘。就连白马卡文迪许都默默的承诺，只要自己能被救出去，就再也不追杀草帽路飞了。乌索普和托雷波尔一顿狙击战之后，最终还是没能敌过这个唐吉诃德家族的最高干部，被打成了重伤，失去意识。多方了明哥担心砂糖会出意外，命令托雷波尔立刻将砂糖送回王宫。砂糖回应道：已经没事了，袭击者全部被抓了起来。砂糖将那颗巨烂无比的辣椒球拿出来，
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想必一定是有剧毒，就还给这些反抗军好了。沙唐看着失去意识、张大嘴巴的乌索普，突然起了坏心思，直接将辣椒球塞进了乌索普的嘴里。吃下这个东西，你就去死吧！乌索普将辣椒球吞入肚子里，突然一声惨叫，从嘴巴里喷出火焰。由于这个东西巨辣无比，乌索普整张脸都扭曲了，眼球夸张的外凸，舌头直接飞了出来，一张鬼脸几乎贴在了沙唐的眼前。这副模样的乌索普将好准备的沙唐吓得尖叫起来，也跟着眼球外凸，伸长了舌头。沙唐直接被乌索普吓晕了。一时间，王国内的紧急电话响个不停，德雷斯罗萨各地都在通报玩具变成人的事情，整个国家的工厂、海港以及所有需要玩具劳动力的地方全部瘫痪。多弗朗明哥气得脸都要变形了。王宫第2层，路飞3人等着雷兵变成人形后，一起冲进扑克大厅袭击多弗朗明哥。然而此时楼下一阵嘈杂，追兵们已经追了上来，很快路飞3人就会变成瓮中之鳖。突然，雷兵感觉身体一阵发热，身上发出许多光点，几秒钟后他变回了人形状态。这就是竞技场不败战士利库王的军队长居鲁士。一瞬间，利库王、雷贝卡、泽洛兰都记起了关于居鲁士的回忆，大家泪流满面。居鲁士拿起长剑，挺起伟岸的身躯，撞开扑克大厅的门，用一条腿弹射出去。话不多说，举起长剑对准多弗朗明哥就砍。利库王大吼一声：“是居鲁士吗？”居鲁士回应道：“正是在下，让你苦等10年，万分抱歉，我现在就来救驾。”居鲁士手起刀落，长剑直接划破了多弗朗明哥的脖子。下一秒，多弗朗明哥已经身首分家，脑袋飞了出去。沙唐晕倒了，同居果实的诅咒终于解除了。唐吉诃德家族耗尽了10年时间组建的庞大的玩具奴隶队伍，就在这一刻功亏一篑，所有的玩具都恢复成了原样，大家的记忆也都找了回来，亲人相聚，举国欢腾。多弗朗明哥的骗局也正在一点点的被瓦解，真相呼之欲出。人们对唐吉诃德家族的反击作战终于要开始了。工厂、交易港、大街上乱成一团，人们从玩具变回人类，摆脱了唐吉诃德家族的控制，可以尽情的发泄对多弗朗明哥的憎恨。大家在街上疯狂追杀多弗朗明哥的手下，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暴乱，打倒多弗朗明哥的口号响彻德雷斯罗萨的上空。我是节目君，咱们下期见。